三星 S25 Ultra、华为 Mate 70 Pro Plus， 这次呢就来看看它俩的对比。本期看点如下，推荐大家重点去看啊。三星这几年每一代的旗舰手机呢，我们都聊过，在看过之前节目的朋友呢，心里都有数啊。它的影像啊，跟其他品牌的旗舰手机比呢，可以说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也不知道它到底想不想努力。那华为的旗舰手机的影像方面呢，可以说这几年是稳扎稳打啊。尤其是到了这代 Mate 70 Pro Plus， 它在某些方面还是非常强劲的。那看过之前节目的朋友心里也是有数的。那这回呢，就让他们俩再硬碰硬一回啊！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把自己拍摄的好看的照片发到了视频回复里，那这点真的是太好了。欢迎收看 ZPH， 非常感谢您的点赞和加关注，尤其是加关注，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所以就非常感谢大家了。那么本期摄影环节依旧精选了网友上传的照片，希望大家也能像这些朋友一样，多出去走走，拍摄您眼中看到的美好。看完前面的照片，不要只琢磨是什么设备拍的啊，因为能成像的设备都能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那下面就来看看这两台设备的表现吧。三星这边后摄是4颗镜头，主摄超广角3倍的中焦，5倍的长焦；华为是3颗镜头，主摄超广角和4倍的长焦。三星的拍摄界面升级到 One UI 7.0 之后呢，有了一些变化。在默认状态下就给了很多的焦段切换按钮，其中 0.6 倍、1倍、3倍、5倍都是光学焦段，2倍、10倍、30倍、100倍呢都是数码变焦。在录像的时候还给了一个变焦滑块，轻轻的推呢就是慢慢的变焦，快速的推呢就是快速的变焦啊，还挺有意思，挺好玩，也挺方便。华为的拍摄界面给了5个焦段切换按钮。W 就是超广角，1倍就是主摄，4倍就是长焦啊，其中2倍跟10倍呢是数码变焦。我们的测试都是基于手机的最新正式版系统进行测试的，这回我也想起来截图说明一下了。那下面呢，我们就挨个每一颗镜头结合不同的应用场景来看看两台手机的表现了，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起。主摄的参数都列这儿了，就不挨个念了啊。不过这里要说一下华为，你不公布感光器的型号没关系啊，但是跟光学跟像长有关系的感光器尺寸，还是应该说一下的啊，别藏着。还有就是华为的主摄是支持可变光圈技术的，在之前的测试中呢，已经展示过它不同光圈下的成像效果了，每一档光圈都是非常接近的。那这回呢就不展开了，咱们就以默认设置拿起来就拍为基准，看看它们的实拍表现。颜色风格方面，两边看着差的还不太多啊。华为那边的天空看着更鲜艳一些，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风格呢？喜欢三星的打1，喜欢华为的打2。那么影像设备最关键的就是光学解析力，在这方面，在默认设置下，华为的表现更优秀啊，细节呈现的更丰富。那这点呢，看过之前 Mate 70 Pro Plus 评测的朋友呢，肯定不会感到意外。再看一组主摄的对比。在解析力方面啊，没错，就是华为的表现更优秀，而且这个优秀呢跟锐化是没有关系的，锐化是不能平添细节的。再看镜组的光学质量，也就是变焦画质把控方面呢，华为的主摄更优秀啊。再看另一个角的表现也是如此，依旧是华为的表现更好。这一代华为的主摄呀做得非常不错。
虽然说两台手机在设置里都可以调成主摄默认是2400万像素的，不过呢，它们都不是默认设置，咱们就不比这个环节了，直接比它们真正的高清模式。三星是2亿像素高清模式，华为是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那么解析力方面，两边差不多虽然说不仔细看的时候看着是三星更清楚，但是呢，三星能呈现出来的细节，华为那边都能呈现出来，只不过成像上稍微肉一些但是在光学解析力上两边是差不多的。那再看一组高清模式的对比，三星是2亿像素，华为是5000万像素解析力方面，这回就是华为的更优秀了。只不过华为这么优秀的5000万像素它是有代价的。现在是三星的2亿像素高清模式的拍摄过程可以看到它从拍摄到成像的过程呢还是非常快的。但是华为的高清模式，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还是长焦，它的高清模式拍摄速度是非常慢的就像拍夜景一样，倒计时完了之后它还要转半天才能拍完一张照片。虽然说手机的高清模式对于抓拍来说都不太友好吧，那么华为的这个高清模式对于抓拍来说就更没戏了。那再说超广角镜头，参数都列这儿了，也不挨个念了还是说一下华为感光器尺寸这种跟光学跟像长有关的参数呢，还是应该说一下的你可以不说感光器型号，大小还是应该说的。从实拍样片上看，颜色风格的差别跟主摄是反过来的。这回天空的颜色是三星的更鲜艳了，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那么视角差距呢有一点点这个红边呢就是三星拍不到的范围。在默认设置下，中心解析力方面是华为的更优秀。再看一组对比，天空的颜色依旧是三星的更鲜艳，中心解析力方面依旧是华为做得更好。这回三星的超广角也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那么华为的超广角的高清模式是4000万像素的，但是两边这色彩的差别有点大虽然说我们在节目中很少聊颜色，因为颜色都是可以随便改的，但是像这种一眼就能看出的颜色差距，也就不用多废话了，谁都能看出来华为这边的颜色偏绿。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华为的普通模式跟高清模式在成像色彩方面的差别差的有点多你看左边就是默认模式的，右边就是华为高清模式的，这个颜色差距有点离谱虽然说三星的普通模式跟高清模式在色差方面也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跟华为比起来呢，三星这边就算做得不错了。那回到两台手机超广角的高清模式对比上来，在中心解析力方面，高清模式下是三星的解析力更高了，跟默认模式下反过来了。再说中长焦的对比，中焦这边三星还是那颗老掉牙的3倍镜头，但是华为那边呢是没有中焦镜头的。长焦镜头，三星是5倍的光学镜头，华为是4倍的光学镜头。参数都列这儿了，就不挨个念了对比样片先从2倍数码变焦开始看这回两边的颜色差别还是比较大的。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风格呢？喜欢三星的打1，喜欢华为的打2。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两边还是差不多的。现在是3倍的对比，3倍三星可是光学焦段，华为那边是主摄的数码变焦。那么在解析力方面，如果你仔细看的话，确实是三星的稍微强一点点，只强这么一点点差距并没有多大。那如果三星的3倍光学焦段和华为的4倍光学焦段进行对比的话，这个差距就比较大了华为这边的解析力明显要强的非常多。三星在手机中焦镜头的换代上做的真是太懒了，你不进步别人会进步的呀。这颗3倍镜头你都用了多少代了？现在是三星的5倍光学焦段对比华为的4倍光学焦段，那么在解析力方面呢，三星的稍微强一点。三星的5倍跟华为的4倍都是有高像素模式的，那么在解析力方面呢，也是三星的稍微强一点点仔细分析的话，三星稍强，但是三星这边的噪点呢更明显。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的对比，他们都没有10倍镜头，都是靠自己长焦头数码变焦来拍摄的。解析力方面呢，三星的稍微强一点。现在是30倍数码变焦的对比三星跟上次测试结果一样，还是有重影，成像方面还是有细微的重影，但是解析力方面呢，依旧是比华为那边强一点的。华为在超长的数码变焦上呢，还可以再努力一下。再说微距拍摄，三星拍摄微距最好的镜头呢，还是超广角镜头。拍摄的方式可以用超广角镜头离近被摄物体直接拍，也可以用主摄慢慢接近被摄物体，系统就会提示切换到微距模式了。
华为这边拍摄微距是超广角和长焦镜头都能拍摄微距，其中长焦微距是它的拿手好戏。而且长焦拍摄微距相对于超广角拍摄呢，在拍摄容易受惊的小动物、小昆虫时候是有优势的，因为它不用离被摄物体那么近。现在看到的就是三星的超广角跟华为的长焦微距拍摄对比，放大看解析力的话，华为这边优秀很多呀。再说前摄的对比，先看前摄自拍的表现啊，用的就是手机前摄的默认设置，没有调其他的。那这一代三星 S25 Ultra 在前摄方面也自带美颜了。作为一台在国际上销量比较好的手机，你就不怕把黑哥们儿拍白了吗？人家看完之后不得骂了发科呀？华为那边的前摄自拍表现也是非常好看的。那至于两边哪个更好看呢？我估计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觉得他们两边做的都非常不错。那各位更喜欢哪边的前摄自拍效果呢？现在是前摄录像的表现，两边的防抖和清晰度都非常不错，但是华为的视角更宽广一些，我更喜欢华为的视角啊。但是肤色方面，我觉得三星的肤色更好看一些，华为那边有点黄。在突然的强光照射下呢，他们两个面部呢都稍微有些过曝啊，但是总体来说呢，他们的前摄表现都不错啊。但是视角方面，再重复一遍，我更喜欢华为这边的视角。再看人像拍摄的表现，用的是人像模式的默认设置，没有调其他的。第一个场景呢是在阳光直射的环境下，我感觉华为那边的表现更好看一些，人物看着更立体，人物的肤色也更好看。三星这边呢也不错，但是相比于华为那边呢有些苍白。现在看到的场景呢是在阴影里边，这回肯定是华为的人像表现更好看了。三星的面部呢又暗又蓝，华为那边人物的面部还是非常好看的。再看直出扩张度的对比，现在的旗舰手机在直出扩张度环节做的都非常不错了，这两台手机的表现也是如此。但是仔细看的话，它们两个在成像方面还是有区别的。那么在低难度的场景下，它们的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都是没有问题的，亮部可以亮得上去，暗部呢可以暗得下来，而且暗部呢也没有什么偏色。但是到了高难度场景，区别就有了。比如说这个场景，三星主摄跟超广角它的亮部呢都是能亮得上去的，这点呢比华为做得好。但是换了下一个场景啊，虽然说三星的亮部还是能亮得上去，但是亮部的细节呢却没有华为呈现的丰富。那后面的场景呢就是暗部比较难的场景了，三星的暗部呢可以暗得下来，暗下来的同时呢还能保留细节，华为这边的暗部呢就稍微有点过亮了。那么在直出扩张度环节呢，这次三星的表现还是更好一点的。再说夜景的对比，那作为旗舰手机这种城市环境的夜景表现啊，他们做的都不错。像第一个场景呢，它俩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都是没问题的。但是第二个场景呢，主摄的暗部细节三星有点发虚，超广角的表现细节呈现两边都没问题，但是颜色方面我觉得三星的更好，对吧？下一个场景，两边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它们的亮部暗部细节呈现都没问题，但是亮部细节呈现啊，三星看着更纯净一些，华为那边显得有些脏。刚说完华为高光部分的问题，但是到了这个场景，主摄高光部分是华为的表现更好，那么超广角呢，反而我觉得是三星的更好，看起来更亮，而且也能看得清楚。那离开喧嚣，来到这种城市非常暗的环境，主摄的表现哪边更好呢？亮部的灯光表现，我觉得是华为的更好；暗部的细节呈现也是华为的更多，但是颜色我觉得是三星的好，对吗？那么超广角的表现，颜色方面也是三星的好，但是暗部细节呈现依旧是华为的更丰富。现在是长焦对比了，先看城市夜景下的表现啊，仔细对比，它们肯定还是有区别的。但是呢，它们都属于优秀范围内啊，从2倍的数码变焦到3倍跟4倍的对比，5倍跟4倍的对比，最后是10倍数码变焦的对比，它们的表现都属于很优秀的那种。来到了昏暗环境，现在是三星的3倍跟华为4倍的对比，它们都是光学焦段，清晰度两边都不错，但是细节呈现呢是华为的更丰富。这回三星那边的颜色就不能说更好了，因为它有些发灰。现在三星的5倍还是对比华为的4倍啊，它们也都是光学焦段，那么细节呈现方面呢，依旧是华为的更好一些。但是到了10倍数码变焦就不好说了啊，主要是华为这边数码处理的痕迹太明显了。你们更喜欢两边谁的风格呢？哦，对了，当然亮部路灯的处理还是华为的更好一点。来到了极暗环境，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祖传神树场景，它们的细节呈现都没问题，但是主摄的颜色是华为的更好。超广角的表现、细节呈现跟颜色都是华为的好。
健身器场景，三星的问题又暴露出来了。上次测试完之后，三星又升级了系统了，但是这个毛病依然存在，就是极暗环境下拿起来就拍，用夜景模式它拍不清楚，成像非常糟糕，跟华为比解析力差很多，必须手动点击屏幕去对焦，并且联动测光之后，它拍出来的片子呢才稍微正常一些，但是细节呈现依旧不如华为。好在这个场景呢，超广角的表现，三星在细节呈现方面稍微强一些啊，但是到了极暗环境，还是得看主摄的表现呀。树林小路场景，三星的问题依旧存在，用夜景模式拿起来就拍，细节呈现方面跟华为的差距非常大啊，还是得用手点击屏幕对焦，并且联动测光之后，它拍出来的照片呢还相对正常，但是细节呈现方面依旧不如华为。那再次自夸一下我们选的这些测试场景啊，这些标本测试场景呢非常经典，它可以看出问题。那最后一个祖传神树 Pro 场景，三星主摄的问题同样是存在的，拿起来就拍，就是拍不清楚，就是不如华为，必须手动干预之后才能拍出点像样的样片来。再说视频录制，这回三星在One UI 7.0录像的时候加入的这个变焦滑块啊，还是挺好玩的啊，前面已经说过了。慢慢的推呢，就是慢慢的变焦；推得狠一些呢，就是快速的变焦啊，挺实用。现在是主摄白天手持走路的表现啊，没有架子，没有稳定器，两边的防抖都非常棒，解析力也都非常棒啊，颜色的差别有点大啊。三星那边看着有点寡淡，对吧？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喜欢三星的打1，喜欢华为的打2。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两边的防抖也都是够稳的啊，解析力也都是同样出色的。颜色方面的差别跟主摄也是类似的。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的对比，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两边拍出来的效果很接近啊，防抖跟清晰度都是非常不错的。现在三星是3倍，华为是4倍，它们都是光学焦段，两边的录像效果依旧都是很好的。现在三星是5倍，华为是4倍，它们也都是光学焦段啊，同样的，它们在录像的表现上也都相当出色。但是到了最远的20倍数码变焦的录像上啊，三星的解析力就要比华为强了。现在是主摄夜晚的录像表现，清晰度呢是华为的更好，但是华为的鬼影呢比三星更明显，颜色方面呢华为稍微有些偏蓝。超广角的录像表现，细节呈现明显是华为的更强。现在三星是3倍，华为是4倍，它们都是光学焦段，在细节呈现方面，华为的更强。这个不是画面亮度的问题啊，确实是华为的这颗4倍光圈更大，在夜拍的时候呢更有优势。而三星那边的3倍镜头呢，我都懒得骂它了。现在三星是5倍，华为还是4倍，细节呈现方面依旧是华为的更优秀啊。它的这颗大光圈长焦啊，在夜拍的时候确实是有优势的，而且三星画面的拖拽感更明显一些啊，之前它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个例。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录像的效果，细节呈现方面依旧是华为的表现更好。结尾呢，咱们还是简单一些，对这2台手机的工业设计做一下评价啊。对了，还是让大家评价吧。你们更喜欢哪台手机的工业设计？就是更喜欢哪台手机的造型呢？喜欢三星的打1，喜欢华为的打2啊。三星呢这回还是有手写笔啊，虽然说它不支持远程拍照了，但是写画画什么的这些都没有问题。三星从 S23 Ultra 升级到 S24 Ultra， 再到这次的 S25 Ultra， 它在影像硬件上的升级幅度啊，可以说是太没有意思了。那最后呢，我就送给三星一句话啊。如果你想作践自己，你想作死的话，你的竞争对手们是不会有意见的。OK， 到结尾了，看完前面内容，希望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